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。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长相平平却能出演男主角的男星，耍帅扮酷演美男。到底为什么？回想起从前，每当按下遥控器，电视机前的荧幕上总能看见一群风度翩翩、帅气非凡的男主角。即使是剧中的配角，他们的出现同样能让人眼前一亮，留下深刻印象。然而，在过去几年里，观众们对剧集中的男主角形象感到有些困惑和不满。记得以前，我们总是期待着看到一位眉清目秀、五官立体感十足的陈小式人物。可眼下，程毅这位脸庞黑大、模样与群演相差无几的演员，却时常被摆到了男主角的位置上。尽管他精心打扮，穿上考究的服饰，但在特写镜头下，依旧显露出平凡的一面。更令人意外的是，网友们戏称其为属戏艺人的刘宇宁，居然也经常饰演古装美男的角色。尤其在《一念关山》这部作品中，他的颜值表现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公众质疑。那双几乎快与世界隔绝的小眼睛，搭配并不抢眼的五官，与角色设定中的大帅哥形象形成了强烈的对比。与此类似的争议人物还包括丁禹兮和龚俊。丁禹兮的长相被形容为与小夫极为相像，而龚俊在狐妖中的表现也凸显了其短板，一开口说话就让人从帅哥的幻想中跌落，转变为普通的男性形象。这种选角的趋势变动，不得不引发我们的深思：这些外貌平平的男演员，凭什么总能拿到主角的位置？他们又有哪些特别之处，能够弥补外表上的缺憾？带着这些疑问，让我们一起探索内娱的选角文化，一窥这些普通脸蛋、频频担纲男主角背后的秘密。在这场颜值与实力的较量中，程毅、刘宇宁、丁禹兮和龚俊四位男星展现出了独特的风采。他们诉说着平凡背后也能绽放不平凡的故事。而其中，程毅的逆袭堪称一部戏剧性的作品。你是否还记得他与陈晓的早期合照？那时的程毅只是陈晓身旁的一个配角，两人站在一起时，明显的差距令人啧舌。陈晓面容清秀，五官立体，相比之下，他身旁的程毅则是一副小厮的模样，脸庞又黑又大，看起来与群演别无二致。然而，人生的轨迹往往出人意料的转向。几年光阴匆匆，程毅却如同奇迹般蜕变，成为多部剧集的主角。虽然他的颜值似乎并未有显著改观，即使精心化妆，穿上华丽服饰，近景镜头下依然显得平凡。他的五官不算出众，脸型不够完美，双眼细小，嘴唇小巧，身材也没有特别引人注目之处。然而，就是这样一位外表平凡的演员，在流离之后，每部作品都成为了男主。更让人惊奇的是，他常被塑造为武力与颜值并重的角色，甚至参演了动画《王者荣耀》中的王权富贵。尽管动画中的王权高大且充满少年气，与程毅的形象大相径庭，但他凭借出色的实力赢得了观众的青睐。刘宇宁的故事充满了戏剧性。在《一念关山》中，他的外貌遭到了不小质疑，与内娱其他小鲜肉相比，刘宇宁的相貌确实有不小差距。他的眼睛小到几乎看不见，不费力的睁大都难以辨认。除了小眼睛，其他五官也平平无奇，鼻子和嘴巴也没有特别之处。然而，讽刺的是，刘宇宁常被选为古装美男的角色。即便借助滤镜、美颜以及精心的服装造型，他的颜值似乎并未有显著提升。尤其是在与同剧男演员对戏时，颜值的差距显得尤为明显，令人难以想象他是剧中的男主角。
不过，刘宇宁有自己的一大优势，他拥有190厘米的高挑身材和修长双腿。这个身高上的优势在古装剧中尤为显著，整个人都能将女主角包围。只是他的仪态还需提升，剧中时常能观察到他的驼背，走路的姿态也不完全符合190厘米的体格。丁禹兮的故事同样值得一探。这位常被网友调侃为相貌像小夫的演员，却连番担任多部古装剧的男主角。他拥有一双大眼睛和浓眉，但脸型轮廓不够清晰，给人一种猴子戏艺人的感觉。在剧中，丁禹兮往往未能展现出男主角应有的气场，更像是男主角身边的小跟班。有些网友甚至戏称她长得有点像网红毛毛姐。尽管相貌普普通通，这样的演员却屡屡承担主角重任，甚至还主演了热门小说《黑莲花》的改编剧。到了龚俊，这位演员就在剧内剧外展现了巨大的形象反差。他是一个典型的普通男性角色，在日常生活中，龚俊以出众的身高和精致的眉眼给人留下良好的第一印象。然而，一旦踏入剧本，尤其是在开口的一刻，他的缺点便显现出来。在近期上映的《狐妖》中，龚俊的表现让观众大失所望。他那略微突出的嘴巴和不平滑的脸部轮廓，瞬间将他从型男的行列拉回了普通人的范畴。更甚者，他的演技似乎也没能弥补外貌的缺憾，经常被指摘为靠嘴巴表达情绪，而非通过眼神传达情感。尽管如此，龚俊依然稳稳地走着男主角的戏路。紧随《山河令》的热度之后，他又接拍了新作《暗河传》。虽然刚开机没多久，但从造型上来看还是颇具看点的。但对于剧中的表现如何，还得观众亲自去评判。在这场看似不公的竞逐中，4位相貌寻常却常被委以男主角角色的演员，他们的上位之路充满了戏剧性。程毅、刘宇宁、丁禹兮及龚俊，这4位相貌平凡的明星，又是凭借何种特质和演技，屡屡被选为主角呢？或许答案就隐藏在他们各具特色的魅力和演技之中。以程毅为例最为典型。尽管他的外貌属于平淡普通，甚至被描述为平淡系，但他出色的演技却收获了观众的认同。不管是情感戏还是其他场景，程毅总能把握得恰到好处，将角色演绎得深刻有力。在《刘基》等作品中，他所演绎的角色常常能引起广泛关注，赢得观众的青睐。坚实的老练演技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填补了他在颜值上的短板。正如某评论所言，相比那些仅有的高颜值、五官不协调的男明星，关键还是在演技上做得好吗？这或许也就解释了程毅即便相貌普通，却总能担纲男主角的原因。刘宇宁的情况较为特别，尽管他的颜值经常成为讨论焦点，甚至被称作老鼠系艺人，但他的身高却成了他的胜算关键。190厘米的身高不仅在视觉上给人以强烈震撼，也为他与女主角的对手戏增添了一份不同的吸引力。在古装电视剧中，他出众的身高往往能够弥补脸孔的缺陷，给人留下威风凛凛的印象。但刘宇宁也遇到了仪态上的挑战，偶尔他在剧中的姿态会显得有些驼背，走起路来也不像应有的190厘米大个子的样子。如何在古装剧里展现与身高对应的气场，这成为了他急需突破的难关。丁禹兮的故事则显得更为复杂。曾经的他虽然算不上第一眼的帅气，但眉眼确实颇有韵味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他的形象逐渐变得普普通通，但恰恰是这种平凡人的气息，为他在某些角色中添上了独特之处。虽然他的身材不算出众，窄窄的肩膀甚至有时撑不起戏服，但在某些剧中，这股禁得住风吹雨打的特质反而成为了角色的亮点。就像在《70吉祥》里一样，
尽管剧中的服装与造型已经相当精良，丁禹兮的身形还是稍稍显得有些瘦弱。不过，这种外表却意外契合了某些角色的设定，为他争取到了不少演出的机会。龚俊的故事则更为特别，尽管剧中他的形象经常受到质疑，但他却凭借独特的表演风格赢得了认可。在《山河令》里，他的表现还算亮眼，但是在其他剧作中，他的演技经常被批评为仅靠嘴巴表达情绪，而非通过眼神传递情感。这种特别的演绎手法虽然颇具争议，但也在一些角色中凸显了他独特的风格，逐步建立了自己的特色。这4位演员的故事表明，在现代影视行业中，外貌已不再能单一支撑演员的职业发展。真正决定演员能否立足的是他们的才华、独特之处以及与角色的完美匹配度。尽管他们的外貌可能不完全符合传统意义上的男主角标准，但他们各自拥有的特长和不懈努力，使他们在竞争激烈的娱乐圈找到了一席之地。这种现象显示，观众与制作方的审美观及选角准则正悄然演变。这不仅体现在程毅、刘宇宁、丁禹兮、龚俊等演员的成功上，更是内娱行业整体转型的缩影。在内容主导的时代，仅凭颜值已无法满足观众对精神文化的渴望。回溯以往，我们不难见到电视剧中男主角常常是一派英俊潇洒的模样。不过，如今的剧集中我们看到，即便是外貌普通的程毅也能成为主角。这种现象实际上体现了制作方在选角时观念的转变，他们开始将重点放在考量演员的综合能力上，不仅包括演技，还考虑气质搭配以及与角色的契合度等多个方面。就像程毅，他虽不具备英俊的外表，但凭借过硬的演技功底，能够灵活演绎不同角色，从而赢得观众的青睐。与此同时，观众的审美标准也在悄悄地演变，人们如今更倾向于欣赏多样性之美，不再单一执着于传统意义上的英俊帅气。这种审美观的多元化，为那些相貌普通但具备实力的演员开辟了更多机会。比方说刘宇宁，尽管被戏谑为属戏艺人，但这身高的特性和独特气质让他在古装剧的舞台上独树一帜。这种选角标准的演变，一定程度上也映射了社会审美观念的提升。人们逐渐领悟到，一位出色的演员并非仅凭外貌就能立于不败之地，更重要的是其实力和内在吸引力。这种观念的转变，为整个行业带来了新生机，也为那些充满潜力的演员提供了展示才华的广阔平台。展望未来，内娱在选角标准上或许会更加多元与专业化，演员的综合实力将成为评价的核心，而不仅止于外貌。正如同程毅、刘宇宁、丁禹兮还有龚俊等演员的例子所示，每个人都有其独特的魅力所在。制作方需深思如何甄选最适合某一角色的演员，而不是单纯追逐外表。此外，观众的目光也将更加敏锐与理性，他们不仅看重演员的颜值，更会推崇演员的演技以及对角色的精妙诠释。这样的转变将驱动整个行业向更健康、多元化的方向前进，为实力派演员提供更多机遇，同时产出更多优质作品，满足观众的需求。